2026年4月3號復活節前的星期五，在伊朗扎格羅斯山脈海拔2100米，一個美國空軍的上校，他蜷縮在一條岩石縫裡頭，他渾身是傷，左手攥着一把手槍，右手捏着一台800克重的加密通信設備。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處境？他的 F-15E 戰鬥機2個小時以前剛剛被打成了碎片，他從座椅彈射出來，在降落傘下面看着自己價值8000萬美元的飛機變成一團火球墜進了山谷。着陸的時候他受了傷，但是還能夠走，好吧，能走就行。然後他做了一個決定，不是跑，而是往高處爬，爬上一道7000英尺的山脊，找了一條岩縫把自己塞進去。此刻在他周圍，伊朗革命衛隊、正規軍、巴斯基的民兵，還有世世代代在這片山區裡面放羊的巴赫蒂亞里部落的獵人，他們正在像拉漁網一樣收緊包圍圈。地方官員在電視上宣布，抓到這個美國人賞6萬美元。6萬美元在伊朗農村是很多人可以過一輩子的錢，但是這個美國上校他只有一把手槍。好了，大家可以先記住這個畫面：岩縫、手槍、2100米的山脊，還有越來越靠近的搜索隊。我們先不急着講這個美國上校是怎麼樣活下來的，我們要把時間往回撥46年，回到1980年，因為這個故事裡頭有一條暗線。46年以前，幾乎在伊朗同一片地區，美軍其實已經來過一次了。那一次有8個人死了，5架直升機被完好無缺的扔在沙漠裡頭，是美軍特種作戰歷史上最大的恥辱。大家可以猜一下伊朗人這一次是怎麼說的？他們在電視上公開說塔巴斯重演了。塔巴斯就是發生在1980年美軍這場災難的地名。伊朗國家電視台把2026年的殘骸畫面跟1980年的老照片並排放在一塊一起播，這個潛台詞就是大家看吧，美國人46年了還是這個老德性，飛機還是一樣被丟棄在我們的沙漠裡頭燃燒。1980年這5架直升飛機是被主動遺棄的，機密文件、加密設備、完好無損的發動機全部都送給了伊朗人當作戰利品。而2026年這2架運輸機跟4架直升機是美軍自己炸掉的，寧可要燒掉5億美元的裝備，也不能夠讓伊朗人撿走一顆螺絲釘。遺棄跟主動的銷毀這2個詞之間的距離，就是美軍過去46年交的學費。這一期節目我們不會簡單只聊誰贏誰輸，我想聊的是美國人怎麼樣從自己非常屈辱的、非常丟人的失敗裡頭重新站起來。鷹爪行動的灰燼裡頭到底是燒出了什麼樣的東西，讓美軍46年以後他們膽敢在伊朗的腹地，注意啊，不是在伊朗邊境，而是在伊朗的腹地建立了一個臨時的機場。海豹6隊在革命衛隊眼皮子底下把人給成功的救走了。這中間每一個環節，情報的、技術的、制度的、人員的，拆開來看都非常的精彩。我們來一環一環的講解。1980年4月24號的夜裡，8架海眾馬重型直升飛機從尼米茲號航母母艦的甲板上起飛，朝伊朗沙漠深處飛去。他們的目標是營救被關在德黑蘭美國大使館裡頭的52名人質。這個是美國總統卡特賭上自己的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張牌。計劃其實聽起來並不複雜，直升飛機先飛到一個代號沙漠1號的荒漠着陸場，跟6架 C-130 運輸機匯合，轉場到德黑蘭附近的山裡頭，然後第2天晚上突襲大使館。計劃看起來非常的完美，但是這個行動一開始就不那麼順利。6號飛機它的旋翼出現了裂紋警報，不得不扔在沙漠裡頭不要了。5號飛機飛進了一場叫做哈布的巨型沙塵暴，也就是沙漠版的龍捲風裡頭，飛行員完全看不見天，看不見地，不得不掉頭飛回了航母甲板。
2號機液壓系統漏油，但是飛行員咬着牙堅持飛到了沙漠1號。到這個地方，我們盤點一下美國能用的直升飛機，它只剩下了5架，但是行動要成功的話，任務最低要求是6架。所以三角洲部隊的指揮官他不得不給華盛頓打了電話，總統先生，我們建議立即終止行動。卡特批准了。到這一步，說實話其實也都還好，雖然行動不成功，雖然丟臉，但是好歹沒有什麼人命的傷亡，大家收拾東西打包回家就好了，對不對？但是災難從來都不會給你還好這樣的機會。撤退的時候，一架直升飛機需要重新挪一個位置，飛行員他在沙塵裡頭做懸停滑行的動作，地面有一個引導員在打手勢，但是突然一陣風捲起了沙子，把引導員徹底吞沒了。那這個人他本能的就往後退了一步。這個時候直升飛機的飛行員透過夜視儀，他看到的是什麼呀？是地面上的這個人在遠離自己。飛行員的大腦做了一個致命的誤判，不是引導員後退了一步，看起來是我的飛機在往後退，於是直升飞機飛行員下意識的推桿向前，直升飛機的旋翼切進了旁邊一架滿載航空燃油的 C-130 運輸機，爆炸起火，彈藥殉爆，持續了好幾個小時，8個美國人當場死亡，剩下的人倉皇撤離。5架直升飛機它沒辦法炸，因為上面裝滿了彈藥，一炸可能會把所有人一起帶走，所以這5架直升飛機就不得不扔在了沙漠裡頭。集體完好無損，所有的機密文件、密碼本、行動計劃全都被遺棄在直升飛機裡頭。第二天早上，伊朗人他們趕到了現場，全世界的鏡頭面前，他們展示繳獲的美軍直升飛機跟8具美軍士兵的遺體。霍梅尼對着話筒說：“上帝的沙漠之風阻止了美國人。”這一幕是對於美國的赤裸裸的羞辱。國務卿當即辭職，卡特隨即也輸掉了大選。好了，這個就是發生在1980年的鷹爪行動，美軍特種作戰歷史上的至暗時刻。調查委員會由退役的海軍上將來主持。這個海軍上將他的結論只有一個，不是說美軍士兵的素質有問題，而是體制的問題。美軍各軍種他們各幹各的，通訊系統互不兼容，還沒有統一的特種作戰的指揮體系。直升飛機的飛行員連惡劣天氣的夜間飛行都沒有演練過。在這之後，我們看到1980年底，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成立了，代號就是 JSOC， 這個就是後來獵殺本拉登的那個 JSOC。1981年10月16號，注意這個日子，距離沙漠1號的災難發生1年半以後，陸軍在101空降師裡頭拉出了一支專業的特戰航空隊，正式編為第160航空營。之後他有了一個更加著名的名字，暗夜潛行者。1987年，美軍特種作戰司令部激活，世星上將掛帥，獨立預算，統管全軍所有的特種部隊。從沙漠1號發生的大火裡頭，美軍一步一步的長出了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特種作戰體系。46年以前燒死8個人的那場大火，鍛造出美軍今天這把利刃。這樣一筆學費的確很貴，但是你不得不承認，美國人的確是學到了東西。好了，1980年的故事講完了，我們把時間撥回到當下的2026年4月份。美軍這個上校他還蜷縮在岩縫裡頭呢。飛機墜毀之後，美軍這位上校他面對的第一個生死抉擇就是向哪個方向跑。你的直覺會告訴你發生了什麼。飛機剛剛炸了，敵人正在往這邊趕，當然是要趕緊跑啊，跑得越遠越好，對不對？但是美軍飛行員他在華盛頓州
在空軍基地裡面花了19天學到的東西，恰恰跟大家的直覺是相反的。他們的培訓由4個字母組成，分別是 SERE， 代表的是生存、逃跑、抵抗跟逃脫。這樣一套戶外求生訓練的核心教條，其實只有一句話：在外面逃100天，好過被俘1天。SERE 訓練有一個6天的野外對抗演習，就是你要扮演獵物，被扔進華盛頓州的深山老林裡頭。參加 SERE 的學員跟教官，他們會扮演追捕者來抓你。在6天的時間裡頭，你要在真實的山地森林裡頭，用泥巴塗臉，然後用炭灰抹身子，走岩石，怎麼樣不留下腳印，涉水的時候怎麼樣不留下氣味，包括怎麼樣嚴格遵循噪音的紀律跟光線的紀律。看到追捕者的手電筒的時候，你不能夠跑，因為一旦跑起来，你的動作會在夜視儀裡頭像聖誕樹一樣明亮，你必須要趴下來一動不動，等着他們走過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美軍這位上校，他往高處找有利的地形，爬上了一道海拔2100米的山脊。因為爬到高處，你能夠非常清晰的看到追蹤者從哪一個方向過來，然後你要找到一條岩石裂縫，把自己藏起來，一動不動。那之所以要躲在岩石缝裡頭，它背後有物理學的原理。因為伊朗人他們去搜索這片山區不会只靠肉眼，他們會有無人機，有熱成像儀。因為人體的體溫37度左右，在冰冷的山石背景下，就好像一盏燈泡一樣，理論上你往哪兒跑，它都能夠看得見你。但是有一個致命的盲區，就是熱成像儀他們是沒辦法穿透石頭的。那這個美軍上校，他們蜷縮在岩縫的深處，頭頂是岩壁，身側是岩壁，熱成像儀他們只能夠看到岩石的表面，因為扎格罗斯山脈它是石灰岩的地形嘛。石灰岩它有一個特性，就是熱的质量比較大，白天大太陽曬了一整天，石頭的表面溫度可以上升到40-50度，到了夜裡它會慢慢的散熱，但是整塊岩壁都在往外輻射红外線。一個體溫37度的人體蜷縮在40-50度的這個岩壁中間，在熱成像儀的畫面裡頭是很難分辨出來的。這就是為什麼後來美方一位高級官員他說了一句話，他說對於伊朗人來說，就相當於是在大海裡撈針，但是這根針是一個藏在山縫裡頭的勇敢的靈魂，它是不可見的。所以不可見這3個字描述的是一個物理事實。但是对於這位美軍上校來說，光是躲避熱成像儀其實還是不夠的，因為還要跟外界取得聯繫才行。他身上有一台非常小的設備，軍方的代號是 CSER， 這個就是戰鬥幸存者逃避者定位系統。這個玩意兒其實替代了老式的求生電台，它能夠幹什麼呢？軍用的 GPS 定位、加密衛星雙向通信、23條預編程的短信息，它不用說話就能夠和外界溝通，來報告自己的現狀。最關鍵是它的這個發射方式比較特別，它是超短脈衝加快速跳頻。什麼意思呢？就是它每一次只發極短的一閃的信號，然後馬上就換頻率。對於伊朗的電子戰系統來說，這個信號就好像是宇宙的背景噪音一樣，你很難抓住它。所以美軍的這個上校，他發信號從岩縫裡頭出來，經過軍用衛星中繼，然後傳到了美軍中央司令部，再傳到五角大樓，最後傳到白宮的戰情室。CNN 後來報道說，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宮西翼來回踱步，一會兒在橢圓形的辦公室，一會兒在旁邊的餐廳。星期六還取消了例行的高爾夫的這個安排。所以特朗普後來這句話是对的，就是這位美軍上校其實從未真正一人，但是他也絕對是非常孤獨的。2100米的山脊上，4月初的夜裡，氣溫會去到0下，他身上有傷，他的水跟食物其實就是求生背心裡頭的那一點口糧。
漫山遍野都是伊朗人派出來的搜索隊，1個小時比1個小時更接近他藏身的地方。到最後，據報道說，距離他的这個岩縫不到3公里。美軍上校在這個岩縫裡頭總共待了超過36個小時。而率先找到美軍上校的這個人，能夠拿着$6萬的賞金，實現他們當地的財富自由。空軍特種作戰的官方賬號後來發了一個帖子，最後一句話笑着說，這哥們他當年這個求生的課程沒有白上，好在他參加的19天的野外求生訓練成功的幫他換回了36個小時的逃命時間。但是藏得住不代表他能夠逃得出去。從伊朗最近的海岸線到他藏身的位置有200英里，從最近的陸地邊境到他的位置也有230英里。就算一架直升飛機從波斯灣的基地直接飛過來接他，來回的這個油是不夠的。怎麼樣能夠把它弄出來呢？我們就要聊一聊 CIA 到底幹了啥。在救人之前，其實 CIA 他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欺騙。他們在伊朗境內同時釋放了2條假消息。第一條是美軍已經在地面找到了這個飛行員，正在用車隊往邊境的方向轉移。第二條是通過多個渠道洩露的信息表明，美軍正在試圖把一件高價值的貨物通過海上的方向撤離運出伊朗。所以大家看到這2條消息，他們指向的方向是不一樣的。一條指的是陸地邊境，另外一條指的是南部的海岸。CIA 刻意傳遞出來的2條信息，他們傳遞的核心的情報只有一個，就是人已經不在山裡頭了。伊朗革命衛隊的指揮官接到這2條情報，他們會怎麼想？如果他相信了任何一條，他就會把收山的兵力抽調出來，去堵邊境跟海岸線。那如果他不信的話，他也要花一點時間去核實，去調查一下哪一條公路上有不明的車隊，或者是去查一下南部的海港有沒有異常的活動。而核實這件事情本身就要分散他們的精力，要消耗他們的時間跟資源。而時間就是這個藏身在某一個岩縫裡頭的美軍上校當時最需要的東西。而且 CIA 做的事情，他們不單單只是放出一些假消息去擾亂伊朗革命衛隊的視線，他們還有一個更高難度的任務，就是要精確定位到美軍上校藏身的地點。CS-12的這個星標雖然給出了一個大致的位置，但是大致這2個字在伊朗的山區意味着可能要差了好幾公里，你必須要非常精準的定位到一條具體的岩縫。而這個不是 GPS 的這個信號能夠解決的問題，而且在伊朗的大山裡頭 GPS 的信號是非常弱的。美方後來的說法是 CIA 動用了某一個獨特而精準的能力。那這句話在情報界其實指的就是分類的技術情報手段，它可能是合成孔径雷達，或者有可能是其他更加敏感的東西，我們不知道具體指的是什麼，但結果就是他们在一片幾萬平方公里的山區裡頭，非常精準的找到了這個藏身在石頭縫裡的美軍上校。然後 CIA 的工作還有第3層，這個也是更隱秘的一層，他們用了一個詞兒，翻譯起來專業的術語叫做非常規協助恢復。說白了，其實就是 CIA 聯絡了伊朗當地願意幫忙的人。大家可以想想這意味着什麼？你不可能在48個小時之內可以從零開始在一個敵國建立協助網絡，所以這些人不管他們到底是誰，是牧民也好，商販也罷，他必須是 CIA 早就已經開始接觸過的，早就已經鋪排好關係的情報資產。這意味着在這樣一場戰爭開始以前， CIA 在伊朗的腹地，在偏遠的山區已經建立了一個可以運作的情報網絡，而本次營救的過程當中，只不過是把這個情報資產激活了。而且在墜機的區域裡頭，多家媒體都提到了一個細節，就是這樣一片地區，據稱對於
伊朗的現政權的支持度是比較低的。巴赫蒂亚里人他們是鲁尔族，歷史上跟德黑蘭就不對付，那所以 CIA 選擇跟他們建立這個關係並不是巧合。情報戰的本質從來都不是衛星跟密碼，而是贏得人心。而 CIA 本次散布這些假消息之所以這個手段特別好使，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就是它非常精準地刺穿了伊朗現政權的這個軟肋。大家可以試設想一下，革命衛隊為什麼會相信當地的平民在幫美國人逃跑這樣一種說法？因為他們從骨子裡頭或許就相信很多伊朗人可能都是帶路黨，尤其是在扎格罗斯山區這樣一種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巴赫蒂亞里人他們跟德黑蘭的關係說好聽了叫做若即若離，說難聽一點就是面服心不服。所以當 CIA 放出這種有當地人在協助美軍的風聲的時候，革命衛隊的指揮官他們幾乎是本能的就會相信這個說法，因為這個說法完美印證了革命衛隊他們自己內心深處的恐懼，這片地區的人他們是靠不住的。這就是情報戰的最高境界，利用敵人的這種猜疑的心理，通過離間計用敵人自己的猜疑跟多疑的心態去絆倒他自己。好了，這整個過程當中最驚險的其實還不是找人，而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收到的求救信息到底是真的，還是其實是伊朗人設的陷阱。媒體有一個獨家報道揭露了一個之前沒有人提過的細節，這個美軍上校他第一條無線電信息傳回來的時候，美軍收到的第一句話是 Power be to God， 這是一句宗教用語，在伊朗這樣的穆斯林國家裡頭，你有時候會聽到人們用這個祈禱詞，所以特朗普後來跟記者說，這個話聽起來像是一個穆斯林會說的這種話，所以大家能夠理解當時美軍收到這個信息之後的不確定嘛？因為如果革命衛隊已經俘虜了美軍上校，已經繳獲了這個通訊設備的話，使用這個設備發出信號，引誘美軍派出救援隊伍飛進伊朗的腹地，然後設一個埋伏圈，等着把這些人一網打盡。這個時候你應該怎麼辦？到底派還是不派？那如果派了，你就是大搖大擺的走進了人家預先設定的陷阱，可能會葬送整支救援队伍。那如果不派的話，萬一這個求救的信息真的來自於是美軍上校，那你的人就有可能因為你拒絕派出救援的队伍而死在這條岩縫裡頭。要解開這個死結分了兩步走，第一步是美國人他們自己完成的，五角大樓調出了這個上校的個人檔案，甚至連夜聯繫了他的家人，他們確認的結果是這位上校是一位極其虔誠的基督徒，一個人覺得自己在快要死的時候喊出一句願上帝賜予我力量，那這句話從心理學上來講是完全合理的，但是這個還是不夠的。那第二步是以色列人出手了，在2026年這樣一場戰爭當中，以色列的8200部隊，也就是信號情報機構，他們本來就是24小時死死盯着伊朗內陸的每一次無線電的通訊。這個時候他們截獲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信息，就是革命衛隊前線連排級指揮官的內部通訊。截獲的信號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伊朗人他們此刻急得好像是熱鍋上的螞蟻，他們還在滿山滿谷到處亂轉，在找這個美軍上校。那這個信息說明什麼？那如果這個是一個陷阱的話，伊朗人他們不需要繼續滿山遍野的去找這個美國的飛行員。既然伊朗人他們還在拼命的搜山，恰恰說明他們手上目前什麼都沒有。這個不是口袋陣，這個是來自於美軍武器官的貨真價實的求救信號。在確認無誤之後，以色列他們立馬暫停了在該區域的空襲行動，給救援行動讓路。好了，人現在找到了，身份確認了，假消息也已經刻意釋放出去了，伊朗人已經被搞暈頭了。那接下來的問題只剩下一個，到底怎麼樣才能夠把美國的武器官從200英里之外的伊朗腹地給弄出來？這個答案非常的瘋狂，美軍決定在伊朗境內建立
一個臨時機場。前面已經說過了，因為這個距離啊，美軍的直升飛機來回程這個油是不夠的，他們使用的這個小鳥直升飛機，也就是本次暗夜潛行者第160特種作戰航空團的招牌座駕，他們的航程大概有250海里，從波斯灣基地飛到上校長生的這個岩縫，想要再飛回來，這個油就不夠了。所以在本次行動當中，美國人面對一個選項極其有限的局面，要麼你必須得要放棄這個拯救行動，要麼你必須要在伊朗境內建立一個臨時加油站。他們選了后者。但是等一下，伊斯法罕這個地區是伊朗的核重鎮，防空導彈密密麻麻，俄制 S-300，伊朗國產的防空導彈雷達覆蓋嚴嚴實實的。美國人的130跟 A10這些飛機飛得很慢，他們是怎麼樣能夠大搖大擺去拯救美國人的？是因為在看不見的電磁頻譜上，美國人先動了手。有公開報道已經確認了 F-35 參與了本次行動。F-35 他們不單單只是一個隱身戰鬥機，它本身就是一座飛行的電子戰的平台。在130運輸機跟直升機編隊進入伊朗之前， F-35 跟其他的電子戰資產已經在防區外對於伊朗的防空雷達實施了大規模的干擾跟壓制。說白了，在這幾個小時之內，革命衛隊的雷達屏幕上要麼全都是雪花點，要麼就是全是假目標。在這樣一層電子迷霧的掩護底下，復活節主日的凌晨，至少2架130運輸機，他們從暗夜當中降落到伊斯法罕以南一處廢棄的簡易跑道上。我再說一遍，伊斯法罕是伊朗的第3大城市，它旁邊就是伊朗的核設施跟導彈的基地。美軍在這個地方建立了一個前沿武裝與油料補給點，說人話就是這是一個臨時加油站加彈藥補給站，就在敵人的家門口。而130落地之後，貨艙門打開，4架 MH-6 小鳥直升飛機被卸出來重新組裝，海豹6隊的突擊手跳下飛機建立起地面防禦圈。那與此同時，在頭頂上 MQ-9 死神無人機在3公里的範圍之內劃了一個圓圈。那這個圓圈的意思就是任何闖入這個圓圈的人都會被判定為是威脅，一旦闖進這個圓圈就會被擊落。美軍的 A10 攻擊機在低空盤旋，30毫米的機炮隨時準備襲擊，而 AC-130J 幽靈騎士空中炮艇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架飛在天上的炮台。幽靈騎士在更高的高度待命，而通往提取公寓的這個公路被炸斷了，阻止伊朗增援部隊靠近這個區域。在這樣一層火力網的保護底下，一架小鳥直升飛機從臨時跑道起飛，朝2100米的山脊爬行。大家可以理解一下這個動作啊，海拔2100米，空氣的密度比海平面低了將近1/4，直升飛機旋翼的每一轉能夠抓到的空氣都會更少，升力更弱，操控更遲鈍。小鳥嘛，它本來就是一個非常輕型的直升飛機，在這個高度做無效懸停，這個意思就是說懸在半空當中，沒有地面氣墊可以幫忙，所以它這個懸停幾乎是在拿物理的極限在賭命。飛行員他們還要對付山谷的側風，還要把機腹非常精準的貼在山脊的邊緣來飛行。但是好在暗夜潛行者的這些飛行員，他們平时的工作幹的就是這個，所以36個小時之後，美軍這個上校終於被從石頭縫裡頭救出來了。小鳥直升飛機把他帶回到臨時跑道。那到了這一步，人總算接到了，然後事情就開始出問題了。2架 MC-130J 在準備起飛的時候，發現陷進了沙地。我們可以想象一下，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飛機？ MC-130J 滿載起飛的重量有74噸，但伊斯法罕以南是一個半乾旱草原過渡到山地的地形，土質非常鬆軟，74噸的大鐵鳥，它往這個非常鬆軟的沙土上一壓，
輪子就陷進去了，根本就拔不出來。2架這個大家伙，一架要1億多美元，就這麼趴窩了。現場的美軍指揮官他面臨一個選擇，是嘗試修復，但是等着被伊朗人包餃子，還是馬上放棄飛機帶人先走。美軍派了3架 MC-130J 緊急飛到，全部都轉移上去，然後2架趴窩的 MC-130跟4架不再需要的 MH-6 小鳥直升飛機被就地炸毀。地形跟蹤雷達、電子戰套件、加密通訊系統 Link 16數據鏈的終端全部被炸毀。這個就叫做零度化，這個是來自於老式密碼機時代，就是撤退以前要把所有的轉盤撥回0位。那今天的版本，在本次營救行動當中的版本，就是他按一個按鈕，密鑰消失，算法消失，然後用熱切割彈藥把遺留的這些物理的硬件全部都炸成廢鐵。5億多美元就這麼在伊朗的沙漠地上給燒毀了。但是在按下按鈕的這個瞬間，美軍指揮官腦子裡頭旋轉的不是錢不錢的事情，而是2001年的一件事情。2001年，一架美軍 EP-3 偵察機在南海迫降海南島，美軍的機組只有大概20分鐘不到的時間來銷毀所有的機密材料，他們盡力了，但是只完成了一半。16個加密的密鑰、密碼本、筆記本電腦、信號情報處理計算機完好無損的落入了中方手裡，裡面有對朝鮮、俄羅斯和越南的截獲的情報數據。這樣一次迫降對於美軍來說是一場噩夢。再往前就是我們剛才已經講過的1980年的鷹爪行動，5架完好無損的直升飛機被扔在伊朗的沙漠裡頭。每一次沒有來得及銷毀的後果都是災難性的。所以2026年這個指揮官的決定，在46年的教訓面前根本不需要一絲一毫的猶豫。飛機即便有多昂貴，都只是耗材，真正寶貴的是機密信息跟情報。在美國人撤退的過程當中發生了更多的混亂，即便美國人派了 F-35 做電子戰，把伊朗的防空系統弄瞎了，但是在真實的戰場上各種情況都有可能會發生。電子戰能夠干擾幾百公里外的 S-300 雷達，但是它干擾不了一個蹲在石頭後面扛着便攜式紅外導彈的80級民兵。A-10 跟直升飛機他們為了提供近距離的支持，必須要低空飛行，而超低空恰恰就是單兵防空導彈跟高射機槍的獵場。即便你在電池頻譜上再隱身，而直升飛機的引擎聲跟低空的聲音是沒辦法藏得住的。所以最終2架 HH-60W 搜救直升飛機被便攜式防空導彈擊中，飛機上的人員受傷，但是最終飛回了基地。而一架 A-10 同樣被便攜式導彈擊中，飛行員硬是把受傷的飛機飛了400多公里，一直到科威特的上空，然後才彈射出來。人是沒事哈，但是飛機墜毀在科威特。整個美軍的行動持續了大概7個小時，橫跨了伊朗的領空，動用了數十架飛機、數百名特種兵、CIA 特工以及以色列的情報支持，6架空中加油機在約旦上空盤旋。其結果就是2名 F-15E 的機組人員全部獲救，參與救援的美軍零陣亡。好了，我們現在來看一個非常有趣的现象，同樣是一堆燒焦的飛機殘骸，同一片伊朗的沙漠地，2個國家的電視台告訴各自的觀眾他們贏麻了，這是2個截然相反的敘事。在伊朗這邊，革命衛隊的發言人他們說塔巴斯沙漠之神又顯靈了，而伊朗的議長他說了一句更絕的，如果美國人再贏3次這樣的勝利，他就徹底完蛋了。所以伊朗電視的畫面上是濃煙滾滾的 C-130 的殘骸，背景的配樂是壯烈的革命歌曲。而美國這邊五角大樓說這個飛機是我們自己炸的，叫做零度化，這是一個標準的操作流程。福克斯新聞網的標題是復活節的奇蹟，
那畫面是星條旗跟豎着大拇指的特種兵。所以你說到底哪一邊是在說真話呢？伊朗他們的確是打下了美軍的飛機，至少 A-10 攻擊機是被擊傷之後墜毀的，2架黑鷹也挨了槍子兒，而且這些 MC-130 就算不是被擊落的，它也確確實實是在伊朗的火力威脅底下沒有辦法起飛，才不得不被炸毀。所以伊朗人說我們摧毀了美軍的飛機，雖然這個表達不是非常的精準，但也不至於說是無中生有。而美國人呢，人的確是救出來了呀，零陣亡的確也是也做到了，敏感的設備的確也是在撤離以前全部銷毀了，沒有留下什麼首尾。它並不像1980年這樣把這些東西都送給了敵人當做禮物，所以美軍說任務完成也是事實。但這兩套各自相反的敘事，另外一方面，伊朗人他們刻意沒有提就是美國人被救走的這個事實，而美國則省略了這件事情付出的代價。特朗普說這個是最大膽的搜救行動，他說的沒錯，但是他也沒有細說本次搜救究竟燒掉了多少錢。我們來算一算一筆賬吧。2架 MC-130 街運輸機至少 2.3 億美元，一架 F-15E 8000萬，一架 A-10 3000萬，4架 MH-6 小鳥直升飛機要2000到3000萬，再加上彈藥消耗幾十架飛機的運營費用，空中加油機的油錢，我們保守估計美軍此次特種作戰行動的這個消耗是4億到7億美元。而有一家防務分析機構，他們測算了整個任務的所有直接跟間接的成本，再加上彈藥啊、加油啊、情報啊、應急部署，所有這些全部算上來，可能高達20億美元。20億美元花出去，就只是為了營救2個美國大兵，這個事情划算嗎？網絡上說實話，這個主流的反應是嘲笑，花了20億丟棄了那麼多的裝備，就只為了救一個美國飛行員嗎？但是這樣一筆賬其實算反了，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向來算。那如果不救的話會怎麼樣呢？因為藏在山裡的石頭縫裡頭的這個美軍上校，他是 F-15E 的武器系統官，上校軍銜意味着他至少有20年以上的軍齡，飛過上千小時的作戰任務，在他的大腦裡頭當然不可能背下這幾百位的動態加密的密鑰，因為密鑰都是通過專用的硬件注入飞机的。但是這個上校他熟悉最新的電磁戰術、目標數據庫的運行邏輯、敵我識別系統的工作原理和方式。更致命的是什麼呀？是他知道美軍的電子戰套件到底能夠幹什麼，不能夠幹什麼，有什麼局限。那如果一旦他落入了革命衛隊的手裡，會觸發什麼？美軍有一個專業術語叫做通信安全洩漏。一旦觸發最高級別的通信安全洩漏的話，軍方的規矩它不是去評估說這個美國的上校他到底被逼問出了多少東西。軍方的規矩就是你要假設全部的底牌已經被對手掌握了，然後美軍要幹嘛？他們要立刻更換整個中東戰區所有的加密密鑰跟注入硬件，他要重新編程所有這個戰區的敵我識別系統，要更新電子戰的威脅數據庫，再加上這架墜毀的 F-15E 機身上的航電殘骸，讓對方逆向工程美軍電子戰套件的具體參數，軟硬件一疊加，美軍等於說要對幾千架飛機、幾十艘軍艦、幾百個地面情報站做一次同步停機的大換血。這種系統級的重構成本要多少？沒有公開的數字，但是如果我們了解軍用加密體系的複雜度的話，保守的估算是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成本。所以你說燒個上10億美元去拯救這個美國大兵，它不是表面上看起來這麼簡單。更何況美國人他有一個傳統有一個口號叫做 Leave no man behind。他這個邏輯，他不單單只是止損。本次的營救行動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方面，就是士氣經濟學。那這個道理最先是英國人
在一戰之後想明白的，他們發現了一個規律，知道一旦自己被擊落以後會有人來救的飛行員，他們明顯會比不確定自己一旦被擊落到底会不会有人來救的飛行员更願意去執行危險的任務。所以美軍這句著名的口號就是不讓一個人掉隊，它傳遞的關鍵信息就是不管你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落單了，是在伊朗的腹地也好，扎格羅斯山脈也好，我們一定會來救你，哪怕要在敵人的家門口建一個臨時機場，哪怕要燒掉5億美元的這個裝備，哪怕要派幾百個特種兵穿過伊朗的防空網，我們也一定會在所不惜，我們一定會來救你。你覺得這樣一種承諾對於一個即將要執行高風險任務的飛行員意味着什麼？如果堅信自己不會被拋棄，那麼他就會有更大的底氣在戰場上去冒險去衝鋒。這個就是士氣經濟學。除了美軍之外，其他的國家能做到嗎？2015年俄羅斯一架蘇24在敘利亞上空被土耳其打了下來，你猜一下最後是誰站出来組織营救行動的？不是俄軍，是伊朗的苏萊曼尼將軍。他拼湊了8個真主黨的特種兵，再加上18個敘利亞突擊隊員，他搞了一次聯合行動。結果呢，1名飛行員在閃降的途中被叛軍打死了，而另外1名被營救了出來。但是一個俄羅斯的海軍陸戰隊員搭了一條命進去。當然我們並不是說俄羅斯的軍人他不夠勇敢，勇氣這個東西哪個國家的職業軍人都不缺。國與國之間的區別在於說，你有沒有一個演練了幾十年，投入了無數的資源，隨時能夠拉出來就用的專業的營救體系。美軍有，他們有 PJ 閃降救援員，還有暗夜潛行者。所有這些專業的美軍單位，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營救這些落單的美國人。而這個營救系統的起點，我們繞了一圈又回到原點，就是1980年在伊朗沙漠裡頭發生的這場大火。1980年伊朗的沙漠，8具美軍遺體的旁邊有5架完好無損的直升飛機被扔在原地，機密文件散落一地。而2026年伊朗的山地同樣是燃燒的美軍飛機的殘骸，只不過這一次殘骸裡面沒有遺體，只有被美軍主動歸零的裝備，但起碼人救出來了，人沒事，在科威特的醫院裡頭已經安全了。同一個考場，2張不同的考卷，第一張8個人交了命，答案是白卷。第二張5億美元交了學費，但人是活着被救回來了。美軍用了46年把這樣一場本來是非常恥辱的災難鑄造成了一套全球獨一份的特戰體系。這件事情本身可能比本次的救援行動更值得研究。我們當然可以嘲笑美國人又在伊朗被打下了多少架飛機，我們可以算一個賬說20億美元救2個人不划算。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即將坐進 F-15 座艙飛往伊朗上空執行危險任務的飛行員，你知道在你身後站着的是什麼？那這個認知本身就是一件武器，而且是對手買不到的武器。我是艾森，非常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節目，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謝謝大家。